最贵的一个单品到底花了多少钱？差不多1000万吧。我是觉得非常值的。哇，这样看这个浴缸特别大。其实这个浴缸非常大，这个是一个 C 位嘛，下面呢可以做2个用炉。哎，早上好，老杨。哎，门上早。哇，你这个别墅里头这么香。对，这个是我上个礼拜到东京去各个店去找了一下，最终在六本木那边找到了这款。这个是一种花香，然后呢，它设计师是挪威的设计师，他一共才2个，我卖2个这样大的，就把日本的库存给清掉了。老杨，我最近跟你看了这么多的雪山豪宅，你给这些别墅买过那么多的家居跟设备，最贵的一个单品到底花了多少钱？差不多1000万吧。1000万？对对对。不会是你做这个沙发吧？不是。是电器一类的吗？也不是。给你一个提示，就在这个房间里边。不会是那个暖炉吧？对，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暖炉啊不是烧柴的，在全日本就这一台。你愿意花这么多钱买它，肯定不是因为它好看吧？因为我们做高端物业嘛，首先一定要好看，包括我们这个建筑也是的。你如果要造个300平方的建筑，你有更加省钱的造法，但是我们这个房子远远要比一般的300平方要贵得多。第二个怎么说呢，就是让你有更加好的入住体验。有了这个暖炉，每晚的卖价能多卖10万，那是不是你很快就赚回来了呀？你从以前就对暖炉这么专业吗？那也没有，因为我是从东京过来的嘛，东京它不需要暖炉啊。我是来了白马做这个雪山别墅之后，我开始慢慢的对这些暖炉啊，对这些设备啊、家具啊有所了解。这个暖炉有没有什么门道？就是买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东西呢？其实市面上大方向的话有3种，一种就是烧柴的，第2种是那个叫 pellet， 就是那种像饲料一样的一粒一粒的那种烧的，第3种就是这种叫 EcoSmart Fire， 它是用那种植物提取的这种燃料啊去做的，所以安全性来讲的话 ，EcoSmart Fire 是最好的。pellet 的话，它取暖是非常好的，但是要经常清扫，不清扫干净的话，很容易出故障。然后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那种烧木柴的暖炉，那个是最普遍的，但是那个也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是很懂的人，你要去第一次尝试去烧那个暖炉的话，其实很难的。那普通雪山别墅里头一台暖炉大概是什么价格呀？我估计一般就是个20万到30万之间吧。我是觉得非常值的。客人住了你的房子，享受了你的暖炉，会提升他的体验价值，那可能会促成下一单，再下一单，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暖炉其实放在整个客厅的最显眼的地方，为什么？它是正对这个楼梯的，几乎所有的客人 check in 的时候，从1楼跑到2楼，映入眼帘这个暖炉都会惊讶，你知道吗？所以我看着他们的表情，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就买对了。我就是希望有那种这个 surprise 给到客人。在东京住宅里，它也许不是必备品，但在白马，冬天很长，窗外又是雪，客人滑雪回来，围坐着暖炉坐下聊天喝一杯，这种身体上的温暖和情绪上的放松是雪山度假很重要的一部分。那这个东西维护起来特别麻烦吗？ EcoSmart Fire 的话维护起来是很方便的，它其实里边只要加这个植物燃料就行了，很方便。这边有个口是直接给它加燃料的，而且它因为看着好像是有个烟囱的嘛，其实上面是外部是没有个烟囱出去的，所以发挥功能就这么下面一块啊。那老杨，这个设计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形状就是那个 UFO 的形状嘛，所以国内可能叫它 UFO 暖炉，还叫什么的，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版权。背后这么多故事，那我就特别好奇，还有什么是让老杨引以为傲的雪山别墅顶级选品呢？好，那你跟我来看一下，在白马呢，光靠暖炉是不够让客人从一天的疲劳中解脱，浴室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客人一天滑完雪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泡个热水澡。所以你说的第2个选品就是这个浴缸啊？是，这个浴缸也是我们去年从东京那边选品过来的。他这个设计师是一个日本人，一直是在欧洲做设计的。他去年拿了一个德国的一个最佳设计奖。那所以这个浴缸多少钱？你猜呢？最贵的暖炉是1000万800万。差不多。这个浴缸我们去年买的时候，这一个 set 应该是在700多万，700万左右。但后来他不说又涨价了嘛？今年多少钱我没去看，我想应该已经超过800万了。这个品牌叫 Hi-Deal， 用设计师的名字这个定品牌的，这个形状非常漂亮。我觉得就是
最怕就是所有的东西是统一的，特别你是做豪华的、做高端的房子的话，你最怕就是大家都长得一模一样。这个其实很有记忆点。客人一进来一看，哎，周边是黑色的这个瓷砖，然后配白色的这个浴缸啊，非常的吸引眼球。然后这个金色的这个加普吉也要100万。100万？对，这个也要需要100万。一般的浴缸不是长方形的？对。那人躺在里头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呀？扭来扭去这种感觉？没有，我示范给你看一下吧。平时呢这样躺就行了，躺在这边就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如果2个人来，那就是这样嘛。哇，这样看这个浴缸特别大。是，其实这个浴缸非常大。背后的那个圆形的东西是什么呀？也是相同品牌的一个浴缸，那个呢是那种米兹波罗，是凉的，是那个桑拿出来之后去泡那个米兹波罗的。那个黄色的是个桑拿呀。对。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比如说合理科学的泡澡时间。就按照日本人来讲的话，哈，就是泡温泉的话，泡个5分钟，出来休息5分钟，再泡5分钟，再出来5分钟，一天只能循环3次。选浴缸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容易踩的坑？这种带浴缸的这个 floor 啊，它不能放在2楼，放在2楼的话很容易漏水，施工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品牌呢最好就是日本的或者是欧美的。那日本的话，我是比较推荐这个 Lixir 和 Toto， 那2个是比较有保障的。那老杨，这个桑拿同时可以蒸几个人？2到3个人。这个是一个 C 位嘛，下面呢可以坐2个佣人。2个佣人带佣人蒸桑拿啊？是。你要想这个老板这样一躺的话，他要加这个水啊，然后呢，佣人坐在下面，然后给他们浇水啊。你说的这2个选品，我是一个都没有猜中啊。不要急，门桑，下一个就是你猜中的单品。咱们的雪山别墅，它是根据户型、客户的喜好，采用不同的沙发。我现在坐着的沙发，是我们集团使用的沙发中价格最贵的。这款沙发现在行情大概在300到400万之间。它为什么这么贵啊？因为它是一款分离沙发。业主呢是个年纪偏大的一个投资客，所以他选择都是一些老前锋的沙发。白马的这些别墅啊，它都是有个性化都在里边的，而且特别注重个性化。你卖的房子大家都长一模一样，那其实也不是我们运营这个别墅的初衷。所以每套房子老杨是比较希望，同时有我们的努力和业主的努力一起在里边。那我们打造的别墅每一套都有每一套自己的风格。咱们这么贵的沙发在这个雪山别墅里头，你会不会担心被客人，比如说洒上红酒之类的，或者被小孩弄脏啊？会有担心，所以我们所有的沙发在冬季之前都会做一层护理，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会好很多。对，客人滑雪回来，回到别墅里，沙发也许除了睡觉以外，待得最久的地方。也许客人离开白马以后，最后记得的就是坐在这里看看雪，聊聊天的那几个小时。雪山生活是否浪漫，是否舒适，有没有美好的回忆，一张沙发至关重要。另外提一句，我们这边穿鞋用的沙发，其实这个也是分离的。这俩大概多少钱？50-60万一个吧。50-60万一个穿鞋的椅子，是分体的。对，这得多贵的鞋！老杨登山用的跑鞋。你感觉怎么样？穿这双鞋？这双鞋上山还行啊，但下山每踏一步，感觉都要往上跳一跳。餐桌呢又是一个社交的场所，大家在这边吃吃饭呢，喝喝酒，聊聊天。我觉得对华人来讲的话，餐桌的使用频次更加高。我见过很多华人的客人啊，他从下午5点滑雪回来，一直到晚上12点，都围着餐桌大家聊天啊，大家讲述滑雪的经历。所以这个餐桌就是老杨的第4个顶级选品啊。没错，我带你见识一下。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保护膜是吗？是的，因为这个桌子啊，200多万买，在日本是属于比较稀缺的产品。这个木头叫做补病杆，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叫巴西红木吧。我们使用的这个牌子呢叫Mokuba，它是日本最好的一个一本木的一个供应商的一个品牌。
这个木头到我们这里之前，它会在干燥室里边放至少在1年半以上。就因为这样好的木材，老杨会更加爱护。因为我们原本设计这套房子是偏暗的，是需要有一个也是相同的这个色调的餐桌，衬托它整体的色调。这个木纹啊，其实我在东京的所有的这些它的 Mokuba 这个店里边都去看了，最终我选了这一块。它这个木皮啊很有特色。老杨是觉得至少让我觉得我进来之后，我愿意为它掏钱，我才会让客人去享受。那老杨能不能教一下我们，比如说给客厅要选一个餐桌的时候，它的尺寸大概按照什么来标准比较好呢？比如说我想好了，我是坐6个人，就2侧坐3个人，我至少每个人的位置要给他留出70公分，但是又考虑到这边要做一个，那边要做一个，所以2.5米以上是至少的。这个桌子是我最想突出的，所以这个楼梯走上来，第一眼要看到桌子才行。我第1年接待第1个客人是12月25号开始入住的，入住了7天。我也是第一次见过有人愿意为别墅付这么多钱过来。他是初学者，那我那个时候也是初学者，所以我们还约着一起去滑雪。滑完雪，然后在这个晚上在这个餐桌里边吃饭。那他们是看到这个餐桌，他们觉得非常好，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相对于他们在国内去滑雪的话，这边的价格其实不贵。然后我们在一边吃饭呢，喝酒啊，他们烧他们的，我们烧我们的，他们烧这个北方料理，我们烧上海料理，对吧？然后摆满了一桌，氛围非常好。老杨也是非常开心嘛，做着生意还能交到朋友，觉得挺开心的。那天我还喝醉了，我回去我不知道怎么回去的，是被抬回去的。第2天醒来，他们把照片发给我，说你是这么回去的。哎，老杨，我看你这个上头这个保护膜上面还是有纹路的耶。对，这谁剪的呀？这个膜啊，是我特地为了这张桌子去配的，就这个膜都要6万块钱。我相信老杨还有很多这种东西。那如果最后再推荐一个选品的话，老杨会推荐什么呢？刚才我推荐的这些都是别墅运营中必备的这些东西，再加一个的话，我会选择对别墅整个气氛有升华作用的一件单品。好的，那我们去看一下吧。你是要推荐音响吗？对，这是个什么音响？这是一个重低音炮的音响，它是一个法国牌子，中文叫蒂瓦雷。我是特别为这种大的别墅去配的，它有1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大概多少钱？这样1对大概100万出头吧，100多万吧。那它究竟贵在什么地方？你像平时就连个手机，然后有一些音响的话，它声音够大就可以。这个肯定够大，我都是最轻的去放这个音乐，所以如果你要放到最大的话，马路对面的邻居都能听得到。所以就我刚才说的，这款音响一定要是在基基啊，然后周边没有邻居少，在摩利的哪嘎或者是一个在空旷的地方，非常空旷的地方。用这个音响，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在大城市里边，我用的音响都是比较小的，我会害怕扰民，因为它的墙壁跟墙壁之间其实很薄，稍微开响一点点，隔壁的邻居就来敲门。但我又非常喜欢这个听音乐，我希望如果我在这种白马这种度假村去生活的话，我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大的音响。为什么白马能做到接近第2个20库？是因为其他的雪场没有夜生活。在白马，我们吃完晚饭可以在别墅喝酒、聊聊天、听听音乐，这个就是在白马的夜生活。这个是对所有的外国游客来讲的话，这个是必须的东西。你要想想其他的雪场，其实日本很多雪场，它的雪质也是不错的呀。但是它没有这种条件，你去住雪场周围的住宿，只能是去住那些小的旅馆呢，你没法去静下来去享受自己的那个叫 après ski 嘛。在白马能够享受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就是应该要让客人听到最美的优质的音乐。老杨能不能推荐一首你觉得最适合在白马雪山的别墅夜生活里头播放的歌曲，然后现场帮我们放一下，然后作为这期节目的结尾？没问题，我选一首它这个歌名啊，我觉得是最适合白马生活和这个意境的歌。
我是老杨，我从东京来到白马，和团队在这里运营管理着60多栋高端别墅。对我们来说，别墅管理不只是把房子运营好，更是为业主提供专业可靠的服务，也为每一个游客创造安心舒适的旅游体验。如果你也想了解我们的服务，或正在寻找值得信任的别墅运营团队，欢迎与我们联系。